隐居少林43年，不问武林世事，再一出手，轻松制服萧远山和慕容博2大顶级高手，化解2家几十年恩恩怨怨。不如天下的罪孽都归我吧。他就是隐居在藏经阁中的扫地僧，一僧2挂3老4绝，这排名可不是瞎排的。扫地僧在制服萧远山和慕容博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不是武功超出他俩太多，肯定不能这么轻松。他在化解2家几十年深仇大恨的时候，说话暗藏佛理，虽然描写的不多，但俨然是一代神僧的做派。这么厉害的扫地僧还不止一个。觉远和尚也是藏经阁的一位扫地僧，他也是第一个将九阳真经练到第9层的人。下一个练到第9层的还是没有出生的张无忌。在觉远大师圆寂前，曾默念部分九阳真经的经文，郭襄、张三丰、无色禅师各自记下部分内容。后来的峨眉九阳功、武当九阳功、少林九阳功3门上乘内功都是缘起于这门神功。郭襄与张三丰也因此功分别开创峨眉派和武当派，可以说没有觉远和尚，金庸武侠宇宙至少要少一半。扫地僧的形象有多经典呢？国内影视剧中引用我们就不说了，连国外电影中也出现过扫地僧的形象。比如说越南电影《天命英雄》的开头就是扫地僧在展示自己的功夫。前面这几位扫地僧都是小说中的武功高手，现实中的扫地僧故事则更为曲折。接下来要说的这位扫地僧，他小时候在少林寺学习武艺，离开少林后，凭借着一身过硬的少林功夫，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元1916年，大清灭亡的第4个年头，整个国家被一个个军阀所统治，军阀们养兵自重，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心上。也是这一年，在河南新县的一个贫苦之家中，有一个8岁的小男孩，为了能吃上一口饱饭，来到少林寺。入寺后的他，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法号永祥。在少林寺中，永祥从担水扫地开始干起，这也是每一位入寺的僧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就这么干了几年，他在寺里遇到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小沙弥。这个小沙弥法号德根，2个人年龄差不多大，很快就成为了朋友。虽然他们辈分不同，但是因为跟着同一位师傅学艺，便以师兄弟相称。2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恨不得吃饭用同一只碗，睡觉盖同一床被子。永祥在少林寺每天都起得很早，他先是扫地，之后喂马，提前干完活就开始练功。他练功夫也没什么好的兵器，就把扫地的扫把当作兵器，在院子里耍了起来。德根听到外面刷刷的声音，很是好奇，起来一看，才发现是永祥在练功。因为勤奋爱学，永祥在少林寺深受师傅们的喜爱，教给他很多真功夫。德根15岁时，比他仅大1岁的永祥已经练得行走如飞，功夫超群，深得少林武功之精要。永祥入寺8年后的一天，师傅告诉永祥，他的父兄在家受人欺凌，让他回家探望。永祥回到老家，看到家人和邻里受到当地土豪劣绅的欺压，身怀正气的他怒不可遏，失手将以势欺人的地主恶少打死。从此以后，永祥被迫离开家乡，离开少林，投身军中。他那纯熟到家的少林武功，成了他一生创下诸多功绩的基础。永祥的故事讲到这里，大家肯定非常好奇，他到底是谁呢？其实他就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人称少林将军的许世友。许将军戎马一生，曾7次参加敢死队，5次担任敢死队队长。猛将一词用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但谁能想到，就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他最早的武器竟然是一把少林寺的扫帚。
作为许世友的儿时玩伴，德根却没有选择和许世友将军同样的道路，他一直留在少林寺。在告别好友永祥之后，他潜心少林寺，一心学武，最后成为少林寺武僧教头。1962年，由德根口述整理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少林功夫专著《少林功夫概要》。和许世友将军一样，从少林寺走出来的扫地僧还有钱军将军。1918年，13岁的钱军进入少林寺。钱军与许世友是同龄人，进入少林寺的时候比许世友晚了几年，也就是说，他们共同在少林寺内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由于当时寺内僧人较多，他们互相之间并未熟识。钱军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两人碰面了闲聊，才发现原来是师出同寺的师兄弟。直到1955年，钱军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少林寺不仅是中华武学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千年禅宗祖庭。在禅宗历史上，也有关于扫地僧的故事。这位扫地僧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第4代弟子，有着赵州古佛之称的赵州禅师。想必有一句话大家应该有听说过，那就是有名的吃茶去。年逾80的赵州禅师曾经用扫地的道理折服了2位学僧。那么赵州禅师到底是如何让他们领悟禅理的呢？这要从一则禅宗公案讲起。赵州禅师在住持观音院的时候，每天与其他僧人一起劳作，一大早就起床打扫寺院。这天，赵州禅师正在扫地，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脚僧从外地赶来，专门拜访赵州禅师。行脚僧看到赵州禅师竟然自己扫地，十分意外，就问禅师：想不到大和尚身为名闻天下的大禅师，身边也有尘土需要打扫。赵州禅师听到他的问题，知道这位僧人心中有疑惑，但他手中的扫帚并没有停下，而是边打扫边悠然地回答道：因为灰尘都是从外面进来的。僧人听到赵州禅师的话，稍作思索，就对着赵州禅师拜了下去，然后就告辞了。旁边的学僧见到禅师与来人一问一答，富有禅机，于是他也把数日来参禅中的疑惑向赵州禅师请教。他问赵州禅师，灰尘是如何从外面进入如此清净的寺院？赵州禅师手中的扫把仍然没有停下，他边打扫边对学僧说：你瞧，又飞进来一颗。这位学僧也顿悟了。本来扫地只是一件平常的小事儿，但借助扫地，禅师解答了2位僧人的疑惑，让他们当场顿悟，这才是赵州禅师高明之处。讲了这么多位扫地僧，我们发现他们的形象大多是遇神奇于平凡之中，不卑不亢，不愚不痴，见识超卓，武功深不可测，精神明鉴万里，说话大含经义，道前人所未到，闻者莫不心悦诚服。时至今日，少林寺还有和扫帚有关的功夫，这种功夫被归纳到少林器械套路第160位，叫做少林铁扫帚。扫地僧早已不单单指天龙八部中的武林高手，这个称呼更多的是表示那些隐藏在民间默默无闻的耕耘自己领域的高手。各行各业都有扫地僧的存在，而作为普通的人，我们如果能潜心下来，专注于某一件事，并把这件事做好，这就是一种大智慧，一种修行。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扫地僧？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自己身边的故事，自己身边的武林高手。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会分享更多与少林有关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点亮小铃铛，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消息。